各位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 GLA 这一套软体如何叫摩托车到机场。为什么今天会以这一套主题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要到机场的话，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叫摩托车的，因为到机场只能汽车出境，那个地方只能汽车停车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示范一下，我如果坐摩托车的话，我会怎么去叫，而且我会在哪里下车，我要走到哪里，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来示范一下我如何用 GLA 去叫摩托车到机场。我们先假设你已经下载了软体，而且已经安装好，而且已经注册好的情况下，那我们一进去就会出现它有很多的一些选单。那当然你的系统要先调成中文，简体中文的模式。然后呢，你既然要叫摩托车，那你当然就选摩托车的选项就好。这个一点进去，它就会出现上面的第一个选项就出现联络。联络的意思就是指说你要到哪里去，就是准备去哪里。那这个地方你就直接打你要去的地方，你可以打中文，也可以打粤文。我习惯性会打粤文进去。那我就输入粤文，我是输入3掰。那3掰我是把它的盖子拿掉，也就是说我不打它的一些符号，就直接打它的用英文字母去打就好。那它这边就只有出现它的那国内线的一些地点，也就是那你就随便先选一个看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自己的位置。那就是说你去选择你自己现在目前来过的，因为我刚好我的位置并不是在路口，我刚好在巷子里面，所以车子比较不好进来，所以我把它定位到外面去。那最后面我还是决定让摩托车进到我的那个小巷子里面来，因为它是可以进来的。选完的时候，它就会帮你去算出你的距离，你需要多少钱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问题，你既然找不到摩托车的选项，也就是说它都给你选择的都是汽车的价格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往下拉，去找出你的摩托车。当你选到摩托车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讲，你必须改变你的目的地的位置，因为你的目的地没有办法骑摩托车进去，所以你必须要去重新选择你摩托车的地点。那我们就把它拉到我知道的地方，他们平常摩托车下车的地方，在一个角落里面，就是在停车场的外围那边。当你输入完的时候，就会有摩托车的选项的，那你可以去叫车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叫车。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的下车地点是在什么地方，也就是说你选择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刚好是一个停车场的正前面。我们平常一般的摩托车都在这个地方下车。接下来就是选择右下角的订车选项。等你已经有选到摩托车的时候，那订车选项就会出现，你就可以去订车。那当他一订车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寻找司机。那当你有司机确认的时候，他就会接到单子，他就会过来到你的目的地来接你了。你只要注意到核对他的摩托车的号码就对了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同一个地点会有好几台摩托车在这边，有时候你会上错车，所以你还是你一定要去核对他的摩托车的车牌号码。接下来是司机到达这边，我们就准备上车了。那如果你想体验一下，就是越南的摩托车司机到底多么会骑车的话，那这一次是一次很好的经验。你看看他直接给我逆向行驶，多棒啊！这个坐起来比坐云霄飞车还刺激，而且它可以在所有的大车小车里面直接这样子穿梭，绝对是比云霄飞车刺激几倍。当然你也可以跟对方讲，请他安全为重，安全的讲法就是安短，那关总。
那最后这一段就是我们快要到机场了。那这快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段他们的影片内容。那他会把我们载到所有很多人下车的地方，就是所有摩托车都会在这个地方下车。他在一条那个什么回转道的一个巷子里面，你可以顺着路这样子走。到了机场之后，我们下了车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付钱。那钱就是费用，就是他在 GLA 里面行驶的费用，然后安全帽记得还给他。那我们就往前走，就会进到了停车场，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国内线。如果你要到国际线，当然你就是还要再经过一个长廊，然后才会到了国际线。这个就是国际线跟国内线的长廊，也就是从国内线的最右边的方向一直走过去。那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国际机场的解说影片，它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解说整个地图位置。然后但是你到了国际线，它是在1楼，你的出境呢是在2楼，所以你还是要往2楼的方向走。然后你走到旁边的楼梯，上了2楼之后，这个就是2楼的位置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际线出境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从这边直接出境出去。